你听说过梦境操控吗？我最好的朋友学会控梦后，在梦中可以飞天遁地穿墙，甚至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也能1秒入梦。一次癫痫后，他变成了植物人，所有人都同情他天妒英才，只有我知道他被彻底困在了梦中。他昏迷前对我说，现实都是假的，梦境才是真的。后来我才知道什么是梦境的真相。人类不睡觉能活多久？网络告诉我是11天，可陈东旭已经13天没睡觉了。6天前，警察带着我和他的女友在酒店里找到了失踪1周的陈东旭。我们撞开门时，他正瑟缩在放满了凉水的浴缸里，血红的眼珠正死死瞪着天花板上的蜘蛛，喉结滚动间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安娜一下子朝浴缸飞扑过去，把他搂在怀里，可陈东旭好像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嘴角裂到耳后，锋利的牙齿直接就往安娜的脖梗啃去。我一把拉开安娜，反手给了陈东旭一个响亮的耳光。陈东旭这才清醒过来，他全身颤抖着喃喃自语：不能睡，千万不能睡，睡着了就彻底醒不来了。救护车很快把他送往了医院。医生说，因为太久不睡觉不进食，陈东旭全身的器官已经严重衰竭，跟70、80岁的老人没什么两样。他现在精神崩溃，随时都有猝死的可能。安娜死死攥着他的手，迫切地想要得到答案，你为什么不愿意睡觉？梦里到底有什么？陈东旭听到梦，突然双手抱头，崩溃地大吼一声，把一旁的他妈妈吓得不轻。医生，能不能给他用点安眠药？我们家有的是钱，求你们救救我儿子。本来形容枯槁的陈东旭听到这里突然来了精神，护士端来的药都被他一把打飞。我们几个死死按住他，护士给他注射了1针安定的药物，他再也无力抗争，强撑着的眼皮开始下垂。他对我轻轻抬了抬手指，示意我把耳朵凑过去。听清他说的话后，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没2分钟，陈东旭便睡死过去。所有人悬着心，终于放下了。下一秒，他突然开始剧烈抽搐，食指蜷缩，嘴里发出呜呜野兽般的低吟。医生紧张起来，病人突发癫痫，立刻开始抢救。听到监护仪尖锐的警报声，我突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脑子里回想着他刚刚对我说的话：现实都是假的，梦境才是真的，千万不要控梦。陈东旭是江城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生，前一段时间他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他掌握了梦境操控的方法，并且只需要3个简单的步骤：一、入睡前设置一个3小时后的闹钟；二、闹钟响起之后努力回想梦里的内容，细节越多越好；三、躺下入睡，不断回想梦里的细节，并且提示自己要继续做梦。结束这3步之后，你就能够在梦中觉醒，并且轻易地操纵梦的走向。陈东旭眼里跳动着兴奋的火焰，现实中导师把我当狗又如何？女神甩了我找顶流爱豆又如何？在梦里，老子就是整个世界的王，所有人都要跪舔我，就算我打个屁，他们都要争着闻。他拍拍我的肩膀 ，Bro， 等我研究研究双人控梦的方法，以后咱们兄弟俩就在梦里叱咤风云。我苦笑着摇摇头。一次高烧后，我失去了做梦的能力，睡觉对我来说只是闭上眼睛休息。物极必反，你还是悠着点，别太深陷其中。我提醒他，没想到他却越来越沉迷。在梦里，他让首富给他倒洗脚水，还迎娶了几10个种族各异的男女明星。他的睡眠时间也从最开始的6、7个小时，逐渐延长到1天20几个小时。因为上班时间一直在睡觉，还被实验室的同事举报，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安娜跟他闹过很多次，说他太没出息，要跟他分手。陈东旭表面答应，说会戒掉控梦，但是只要一被导师说教或者遇到什么挫折，他又开始控梦。短短4、5个月，陈东旭就从之前1米8170斤的壮汉，瘦到了只有120斤。看着脸颊凹陷、眼中布满血丝的陈东旭，我问他：你明明至少睡10几个小时，怎么还越来越疲惫了？这不对劲吧？睡觉不应该放松身体吗？一向坚强的陈东旭眼角却湿润了。我好像已经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好几次，我以为自己在按部就班的起床和工作，直到被人叫醒，才发现是在做梦。他厚厚的黑眼圈充斥疲惫。我已经很久不控梦了，但是只要做梦，我就感觉自己醒不来了。他抓住我的肩膀，认真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我陷入沉睡，那就是被永远困在了梦里。方淼，陈东旭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安娜红着眼问我。我咬住嘴唇，不知道从何开口。我该怎么告诉他？陈东旭被困在了梦里，正常人都不会相信。没什么，就是让我帮他照顾好他父母。我情不自禁地望向他。还有你。我抬了抬眼皮，满是心虚。见我不愿说实话，安娜愤恨地噙满泪水离开了。陈东旭自从那次癫痫后，就被医生确诊为植物人，虽然还活着，但只是一具躺着的没有灵魂的肉体。不管周围人说什么，他都没有反应。
我每次空闲就会来医院看望他。安娜神神秘秘地把我拽到一旁。陈东旭最近很奇怪，他好像在做梦。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你也觉得奇怪对吧？他最近经常说梦话，明明病房里一直开着27度的空调，我们都觉得温度刚好，他却一直念叨着好热好热，凭空出了一身汗。不管医生用什么退烧药都没有作用。安娜欣慰地笑了，医生说这可能是他要苏醒的表现。很多植物人在快要醒来之前都会有更加活跃的大脑行为，甚至还有可能开口说话。我看新闻里说，曾经有一个植物人听到了家人打麻将，因为太想打麻将，从而苏醒过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试？我们都以为陈东旭会很快醒来，没想到当天晚上陈东旭死了，是被活活烧死的。监控显示，当天晚上除了输液的护士，没有任何人进入过陈东旭的病房。可是凌晨3点，监控仪突然发出警报，陈东旭的心霎时间飙升到了180。医生赶到时，他的脸呈现诡异的紫红色，嘴巴大大张开，皮肤像牛肉干一样极度脱水，舌头干裂的像是烧焦的纸。医生还在他的口鼻里找到了黑灰的炭灰，这些证据无不显示他是被烧死的。护士吓得发出尖叫。可奇怪的是，陈东旭身上的衣服和身下的床单都保持原样，没有任何灼烧的痕迹，房间里也没有任何火种可以灼烧到他。我感觉全身血液倒流。难道说陈东旭在梦里被烧死了？6，你知道怎么进入别人的梦境吗？陈东旭死后，安娜给我发来消息，昨天晚上我梦到他了。在梦里，他还是几个月前那个健身狂，一身腱子肉，没有因为迷上做梦变成精神病。我正思考怎么安慰安娜，他又发来消息，陈东旭一定还没有死，梦里他的皮肤是软的，手是热的。可我一想拥抱他，他就消失了。他还让我千万不要去找他，我心里一惊。既然陈东旭说不要去找他，那就说明一定有进入他梦境的方法。我查阅文献后，找到了进入别人梦境的方法。只要在同一空间内与对方的心跳呼吸频率保持一致，并且心中默念对方的生辰八字，入睡时就有可能进入对方的梦境。陈东旭的送别仪式前，我悄悄潜入了停尸房，想试试是否有可能进入他的梦境。我原地坐下，努力控制心中的恐惧，然后试图在心中默念陈东旭的生辰八字，试图入睡。虽然距离死亡时间已经过去3天，陈东旭身上还是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烧焦气味，从我的鼻孔直冲天灵盖。在这种恐惧下，我甚至连入睡都做不到。在我第10次尝试失败后，我心烦气躁、唇齿干涩地从停尸房的地上爬起来。我准备到医院楼下的咖啡店买一杯冰的生叶拿铁。奇怪的是，明明医院的空调嗡嗡地工作着，我的汗水却还是源源不断地从额头滑落。我打开手机一看，天气竟然显示江城目前的温度是45度。现在明明是冬天，怎么可能有40几度？怕是天气软件出 bug 了吧？因为是手机点单，我熟练地到柜台取走我的生叶拿铁。可平时冰比咖啡还多的生叶拿铁，竟然烫得吓人。一口下去，我的舌头烫出了大泡。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做的咖啡？我皱紧眉头，失手一下子打翻了那杯咖啡，却发现本应该躺在停尸房里的陈东旭正从大门处表情严肃地向我走来。我又惊又喜，难道我真的成功进入了陈东旭的梦境？如果是在梦里，这一切就可以解释了。话没说完，我却感觉肚子凉得入骨，接着剧烈的疼痛传来，肚子感觉黏黏糊糊的。我低头一看，是陈东旭用水果刀刺穿了我的肚子。他凶狠地连捅数刀，然后嘴里重复着快回去，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他脸色惨白地哆嗦着嘴唇，再不回去你就回不去了。我震惊地盯着面前的陈东旭，那种不可抑制的疼痛太强烈太真实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么畏惧死亡。突然我感觉到意识消散，眼前渐渐黑了下去。再睁眼，我发现自己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头上全是汗珠。原来真的是梦。我赶紧看了一眼旁边躺着的陈东旭，他还是那副没有生气死得透透的样子。陈东旭没骗我，控梦是真的，他也没有死，而是被彻底困在了梦中。陈东旭到底为什么不想让我留下来帮他？离开医院后，我借口说有文献落在陈东旭那里，到他家的书房里翻阅他的专业书籍和笔记。陈东旭的博士研究方向涉及梦境对现实和记忆的影响，所以他学会控梦不仅是为了缓解压力，其实也是他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大胆的尝试。我在他的电脑里找到了他正在撰写的论文初稿，题目是《梦境的独立性：探索梦境与现实的分离机制》。在初稿中他写道，不少学者认为梦境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映照，然而本研究认为梦境是通往高维空间的入口。门捷列夫在梦中发现了元素周期表的排列方式，而尼尔斯波尔在梦中获得了关于原子结构的灵感。这可能是因为梦境中的高维空间拥有更为发达的科学与文明体系。
总之，梦境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重复，而是高维生物给我们的一种启示。看到最后，他竟然给我留了一段话：方淼，如果你已经查到了这里，千万不要继续，否则你可能会陷入跟我一样的万劫不复的深渊。万劫不复是什么意思？明明是科学研究啊！我感觉摸不着头脑。紧接着，我感觉脖子闪现一股寒意，一回头，竟然发现陈东旭的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阿姨，你走路怎么没声啊？吓我一跳。我惊魂未定地拍拍胸脯。陈东旭妈妈笑着说：小芳啊，看了半天累了吧？来喝口茶。虽然她一如既往的和蔼地笑着，可我分明看到她端着托盘的手下藏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大砍刀。我后退一步，差点摔倒。陈东旭妈妈却端着托盘，嘴巴一开一合，她机械性地重复着：来喝口茶吧，来喝口茶吧。嘴巴开合太快，甚至出现了几丝残影。我意识到不对劲，一把推倒书架就往外跑。没想到那么重的书架砸在陈东旭妈妈的腿上，她的身体却直接180度翻转，然后咔嚓一下把压在书架下的双腿拧下来，紧接着用2只手支撑着身体，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向我飞扑过来。被眼前的情形震惊，我压根没有反应的余地，就被他一砍刀从中间劈倒在地。眼前一黑又一明后，我浑身是汗的从地上清醒过来。一旁的保安大叔正半蹲着，看着我连连摇头，叫了半天都叫不醒。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吃饱了撑的，半夜不睡觉，跑到停尸房来睡。见我对他的话没反应，他又用手电筒狠狠地敲我的手：去，快走，该去哪儿去哪儿。我连连道歉，然后小跑着离开了医院。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刚刚的经历，刚刚经历梦中梦时陈东旭的妈妈为什么要杀我。我想到了陈东旭让我赶快回去，难道是他操纵梦里的他妈妈杀死了我，以免我沉溺在梦中醒不过来？肯定是这样的。我点点头，下次再进入他的梦境世界时，我一定得问问他。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再次入梦，陈东旭就被火化了。陈东旭的送别仪式后，工人要把他拉去焚烧炉火化。我一个箭步冲上去，飞扑住他的尸体，不准他们拉走，对他父母大吼道：叔叔阿姨，陈东旭还没死，他还活着，在梦境世界里我见过，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火化他。所有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方淼，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但也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啊。陈东旭的好兄弟直接上来就给了我一拳。你是不是想让东子不能安息？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安娜，他却选了陈东旭，你是不是找存在感呢？我捂着发烫的脸颊，还想解释，陈东旭的妈妈却一声叹息，用手指着大门示意我出去。方淼，请你自己离开吧，别逼我们。亲朋好友里的几个壮汉站了出来，纷纷撸起了袖子。我见状，只能默默地离开了送别室。没想到安娜却跟了上来，她眼睛红得像是小兔子。我都知道了，陈东旭什么都告诉我了。见我疑惑，他补充道，他都在梦里告诉我了，你进入他的梦境想救他，以及他操控梦境杀了你，让你回到现实世界。他小声地说道，我知道让陈东旭回来的办法，你想不想听？什么？我捏紧拳头。你是说让他复活？安娜轻抚上微微隆起的肚子，其实是转生。我知道一种让人的灵魂转生的方法，能让他转生到我肚里的孩子身上。他从包里掏出来一个稻草扎成的人偶，这是陈东旭的傀儡，里面有他的生辰八字和他生前的东西。只要能够在梦境世界里用你的鲜血献祭这个傀儡，就能让梦境世界以为傀儡是陈东旭，而把梦境中的陈东旭换回来。我疑惑道，为什么是我的鲜血，而不是他的？安娜用食指点了点我的额头，傻呀你，他都死了，哪还有鲜血？只要傀儡能骗过梦境就可以。安娜拉开我的手，把那傀儡塞进我手里。方淼，你是陈东旭最好的朋友，你不会拒绝的，对吧？我当然不会拒绝，可是我压根不会做梦，没有陈东旭的身体作为载体，我也无法进入他的梦境。安娜瞪大了小鹿般的眼睛，什么？居然有人不会做梦？我点点头。据我父母说，我8岁之前其实是会做梦的。那时候我常常遇到梦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压床。小孩子身体虚，遇到梦魇其实很正常，可我的情况比一般人严重得多。我常常在梦里哭闹着，不要杀我，不要杀我。睡着的时候还曾经咬死过家里的好几只鸡和一只狗。我以前从不吃萝卜，说有屁味，入睡时却直接冲到地里去拔着啃。爸妈怕出事，从来不敢叫醒我。后来他们请仙姑在我遇到梦魇时操办了一场法事，仙姑为我喝下符水，还在我旁边做了一个法阵。仙姑的法阵一出，刚才还不停尖叫的我立马平静下来。爸妈立马觉得请到了活神仙，跪拜连连。没想到下一秒我的身体开始抽搐。我妈说她眼睁睁就看着我突然口吐白沫，
小脸憋得青紫。他赶紧去探我的鼻息，结果我已经没有心跳和呼吸了，我的口鼻里凭空出现了大量泥水。仙姑见此情形，直接就被吓疯了。她被淹死了，她被淹死了！有鬼呀！救命！可是我明明没有离开过床，又怎么可能被淹死呢？后来怎么样了？他们送你到医院了吗？我摇摇头。后来我妈说他们什么都没做，我突然自己就醒来了。他们在摸我的心跳和呼吸，都是正常的。从那以后，我从以前胆小内向的性格变得大胆。以前挑食不吃香菜萝卜折耳根，现在也吃嘛嘛香了。我妈说是梦魇里的那个恶鬼被消灭了。安娜若有所思，上下打量着我，有没有人说过死的才是真正的方淼，活下来的是梦魇的那个恶鬼？不然怎么解释你身上这些巨大的变化？我露出狡黠的笑容，对她眨眨眼，都是医学博士了，还相信这些啊？安娜扑哧一笑，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她对我打了个响指，说认真的，我有办法让你进入陈东旭的梦境。陈东旭做梦境研究的时候，我曾经用仪器记录过他的大脑活动。只要用电刺激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活动波段在睡眠中与陈东旭达到一致，理论上你就有可能做跟他一模一样的梦，也就是进入他的梦境。第二天，安娜便带我到实验室，准备送我进入陈东旭的梦境。在仪器的刺激下，我渐渐地感觉到眼皮越来越沉。很快，我的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再次睁眼时，是被浑身的灼热感热醒的。我惊讶地发现，我正躺在冒着白烟的公园长椅上，直接接触长椅的右脸已经被烫起了一个巨大的水泡。我强忍着剧痛站起身来，仔细打量着陈东旭梦里的这个世界。手机显示，目前江城的温度是49度，地面完全就是流动的熔岩，公路上下翻滚着，还冒着滚滚热气。天空中巨大的云层从中间裂开，向下投射出橙红色的光柱。随着橙红色的光柱移动，所到之处，所有植物全都被烧成了炭黑。一只小鸟还来不及尖叫，就在空中变成了一缕青烟。这么热的天气，任何生物都无法存活下去，怪不得陈东旭会在梦里被活活烧死。我打开地图，小跑着朝着陈东旭家的方向飞奔而去。路面实在太烫，没几步路，我在砍刀上9.9买的运动鞋鞋底就被烫化了。我想起之前陈东旭告诉我，他能控制自己在梦中飞天遁地穿墙，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我心中默念，我要瞬移到陈东旭家，现在，立刻，马上，然后闭上眼睛。结果一睁眼，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又尝试了飞天遁地等等，结果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难道是因为这是陈东旭的梦境？我不是梦境的主人，所以无法控制梦境的走向。我强忍着脚上的剧痛和恶心，在路边的一具焦黑的无名尸体身上脱下一双皮靴，然后踩着那双鞋，大步流星地跑向陈东旭家。陈东旭家条件好的离谱，住的是江城的独栋别墅，在房间里就能看到故宫的房顶。而我家住的是村里年久失修的平房，我家客厅还没他家厕所大。本科和研究生的学费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一直坚信，这是安娜拒绝我而选择陈东旭的原因。而此时，在高温的作用下，整个别墅像是个鬼屋。别墅外的百年老树已经变得扭曲焦黄，别墅表面已经完全裂开，房梁上不断有黑色粘稠的液体滴落下来，窗户上面黑漆漆的破洞像是在火中哀嚎的人脸。我用衣服包着推开他家的雕花大门，没想到我轻轻一推，那大门就像烤过头的饼干一下，顷刻崩塌成灰。我捂住口鼻，熟练地走向陈东旭的房间。他果然在那里等我。方淼，你终于来了。我笑着点点头。让你久等了。安娜都跟你说了吧？让你转生的事。我从怀里掏出安娜做的那个稻草傀儡，反手递给他。用鲜血献祭你的傀儡，那么梦境世界就会以为你还在梦里，你就能回到现实世界。陈东旭已经等不及了，看我的眼神仿佛猎物般，喉结拼命地上下滚动。见我不动，他伸手过来推我，快开始啊，你还在等什么？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我要是能复活，马上给你打3000万。我还是呆呆地愣着。陈东旭比起一根食指，只要你帮我，我就给你打1个亿，1个亿，那可是我打工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的财富。我吞了吞口水，开始按照安娜的交代举行仪式。虽然直觉告诉我肯定有哪里不对劲，但是在他热切的眼神下，我还是用小刀割破了手指，然后在地面上按照图片开始画那个可以让陈东旭转生的法阵。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把陈东旭的傀儡烧掉。我站在法阵中间，打开了打火机，火苗很快吞噬了那个稻草的傀儡。没想到，随着傀儡被火苗灼烧，我也感觉到剧烈的灼热舔舐着我的身体。我剧痛难忍，膝盖一软，竟直接跪倒在地。下一秒，我发现烧了一半的傀儡中间，竟然藏着我丢了半个月的那枚戒指。这个傀儡压根不是陈东旭，而是我自己。见傀儡即将被烧光，陈东旭狞笑着贴近了我的脸。
之前那个疲惫不堪、充斥着绝望的陈东旭已经消失了。是不是疑惑为什么傀儡是你？让你死个明白！我捂住因为灼热快要窒息的喉咙。为什么？陈东旭舔了舔嘴唇，你只是我的一条狗而已，给你一点点好处，就摇头晃脑地跟在我屁股后面。他掐住我的脖子，现在就代替我永远活在梦里吧。马上我就会用你的身体复活。我已经托梦告诉父母，他们的儿子就要回来了。他强壮的手臂缓缓收紧，我感觉愈发难以呼吸。下一秒，他脸上得意的笑容消失，一抹鲜艳的红色在他的嘴角绽开。他不可置信地盯着我手里的刀子。你怎么敢杀我？这不可能！我舔了舔刀尖上的血迹。呸，臭的！我随便画的法阵你也信啊？没文化，真可怕！我嘿嘿地笑了几声，紧接着脚下的地面开始颤动，蛛网般的裂缝在地面迅速弥漫。刚才还完整的别墅，刹那间如同镜子破碎般裂成了无数的碎片。陈东旭作为梦境的主人彻底陨落了，那么他的梦境也就不复存在，会随之崩塌。我掉进了脚下那看不见底的深渊。我猛地睁开眼睛，感觉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华丽绚烂的水晶灯晃得我睁不开眼，身上盖着的真丝被子和背后比云朵还轻盈的床垫都不断在提醒我，这不是在实验室。东旭，方淼，我眨了眨眼睛，感觉眼前的景象渐渐清晰。佣人们和安娜围绕着我，我听到陈东旭妈妈在角落里喃喃道，我就说什么傀儡复活术法都是假的。我明明看到东旭死了，他怎么可能复活呢？我对着李管家勾了勾手，李管家，去把储物室里第3个柜子第4层的那条蓝宝石项链拿过来。那是我上次从法国旅游带回来，准备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一旁的佣人冷哼一声，你是什么东西，也配使唤李管家？我轻叹一口气，对不起妈妈，错过了您的生日。之前答应过您，您一辈子的首饰都被我承包了，以后每年我保证按时给您过生日。陈东旭妈妈听到这里，直接哭出声，她捂住嘴，飞扑过来抱住我。你就是我的东旭没错。她拍着我的头，好孩子，好孩子。你还记得我们家老房子的那棵银杏树吗？你最喜欢在树下荡秋千。我皱了眉头，不对呀，我们家老房子后面哪有银杏树？只有一棵枣树。每年冬天我都要爬上去摘枣吃。陈东旭爸爸开始还写满不屑和怀疑的脸也舒展开来。他又问了我很多陈东旭小时候的问题，不管问什么我都能轻松应对，连房间里保险柜的密码我也毫不犹豫地按对密码打开了。这下没有任何人在怀疑我的身份，陈家的所有人都坚信我就是陈东旭，他们都认为陈东旭借方淼的身体复活了。我笑得自信又舒展，如同20年前我成为方淼时那样。20年前真正的方淼早就溺死在了梦境世界里，而我代替他接管他的身体成了方淼。我们种族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北欧神话中我们叫做 Mara， 可以制造人们的噩梦；日本传说中我们叫做梦墨，可以吞噬人类的梦境，而中国民间常常把我们叫做眼。人们说我们会压在能量低的人类身上，让他们做噩梦。事实上，只要有人死在梦境里，而我们又食用了他的梦，那么我们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记忆。陈东旭彻底死在梦境中后，我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的全部记忆。半年前，我故意让陈东旭看到我做的关于控梦的研究资料。他一直发愁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找不到课题，看到我的研究主题后，便威胁我把课题和研究进展全部让给他，否则就让我被学校开除。在我的引导下，他很快掌握了控梦的方法，并且被彻底困在了梦里。后来，我又扮猪吃老虎，把他彻底毁在了梦中，好继承他的父母家世和女友。半年后，安娜生下了我们的孩子，是个足足9斤重的大胖小子。孩子很懂事，只要家里人抱都不哭。父母说他是投胎来我们家报恩的。见到他的第一眼，我便全身汗毛竖起，额头上的汗水从下巴滑落。这个眼神太熟悉了，我不会认错。